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职场颜值与实力担当的惠普新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职场颜值与实力担当的惠普新系列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给打工人好心情的立顿白桃乌龙茶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保质保鲜锁住坚果高营养的恰恰小黄袋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2021年，有一家画风清奇、土到极致、传统民族企业，为了招募一位青春合伙人，广发英雄帖。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惊动了留学生圈，一场土洋大碰撞来喽！各路隔壁家的孩子纷纷登场。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子玉，我叫音乐，我叫杨林凯，我叫温纯洁，王君毅、肖焕文、红怡、张世阳、韩鹏程。我是哈佛设计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我是在2020年从哈佛大学金融硕士专业毕业回国。我现在就读于耶鲁大学的管理学院，课程的分数要么是 A， 要么是 A+，也考了蛮多的满分的。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读于美国罗德岛设计学院，是一名研一的学生。毕业于皇家理工大学的会计和金融专业，入读剑桥大学研究生。2014年到2018年就读于纽约大学的数学系，然后研究生呢是就读于MIT 麻省理工。哇，这闪亮亮的学历，惭愧了，惭愧了！你以为他们傲人的只有学历 ？No No No， 业务能力值也直接拉满。那么我是帮这个500强的企业和一些明星的初创公司去设计新的产品、新的品牌、新的服务。去了北美的麦肯锡就职，做的是数据科学家，成为了就是美国希尔顿集团在我们学校唯一录取的一个中国人。当时呢也是全美72名里面选1位的这样的一个概率，感觉就为国争光了。任职于国内最大的股权投资机构，现在做的是投资分析。我之前有过比较多行业的实习，包括战略咨询、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行业。我还进行过创业，有一些实操的经验。在我高中的时候，我自己有创立一个人数近到300人的一个组织，然后也是受到了新加坡内阁成员以及媒体的一些报道。我在18年有自己创立一个留学机构，团队越来越壮大。这只是我相当于是我的一个业余的一种爱好，把它确实做成了一个有一定规模。去年疫情3月份的时候，加杠杆抄底了美股，我没有加很多，其实就加了个5倍的期权。学历高，能力高，这群双高人才在下不得不服。可是不知道他们的脾气高不高？我是潮州人嘛，潮汕人就是打工嘛，是不可能打工的呀，就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嘛。我不接受无理取闹，我也不接受任何形式的那种没有逻辑的，就是胡闹。我是一个比较讲道理的人，所以我对了就是对了，错了就是错了。那我肯定是希望别人听我的。那也有可能别人希望你听他的呀。看谁说服谁了，对吧？一般来说还是我说服别人的比较多，可能因为我总能挑出别人的刺儿。职场后浪们也太 real 吧！对于工作，他们有自己的打开方式。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的告诉我，但是如果让我从别人那里听到了这件事情，我就特别的不喜欢。我喜欢有话直讲，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特别不喜欢那种让我去猜。大家都很忙，我为什么要猜你在想什么？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好了？加班是一种我的享受，我是在公司能够待到2、3点，然后第二天早上10点接着过来开会那种人。我是一个很能熬夜，就是不需要怎么太多睡眠的人，有时候2天才睡一次。我实话说，我一般就干了。反正我很喜欢工作，我觉得就是我做东西，我就在创造价值，我觉得很好。如果我最后我不尽全力的话，我达不到，我会更烦我自己。但如果今天这个事情我尽全力了，我还是达不到，我就会 let myself go。我比较有主见心，我觉得我的方向大部分应该是没有错的。但如果你都不尊重我，觉得说你这样做不行，你非得这样，那请问你请我来干嘛？那么说到这儿，有个问题，这么一家土味企业，究竟是什么吸引他们呢？我觉得是有点搞头。我在留学生中有一定的知名度，我是可以代表一部分的留学生。我特别喜欢的潮流和品牌类的，所以说我真的特别希望能参与到这样一次所谓的实验中来吧。我对创业一直是有热情的，创业是一个对我来讲风险非常大的事情。那我是希望我能够通过
这样的形式来分担我一部分的风险。这个形式是什么样的？你们觉得最吸引人的点是哪个？靠专业角度或者说这些出发，我觉得是不够吸引人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梦想能否变为现实？一场职场探险即将开启，最终究竟哪8位实习生能够脱颖而出，顺利入职呢？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的名字叫袁星辰，我今年21岁，现在来自江苏南京。我有个外号叫南京王嘉尔。什么？然后我现在在美国的密西根大学读书，读的专业是工商管理。我叫音乐，然后我今年是大3，我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是学数学专业的嘛，然后可能我外表看上去没有那么理工女，然后但是我学习的专业又跟我外表反差有点大。大家好，我叫朱顺奇，今年26岁了。之前我是一名法餐厨子，我在8个人里面一定是最会做饭的。我的朋友都叫我顺杰哥，也可以叫我小朱，显得比较谦卑。嗨，我是艾丽亚李木佳，然后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也是几个酒吧的主理人，大家可以叫我老李啦。这个名字从我17岁喊到现在，它已经就是像我的一个 tag 这样子，就是我可能到40岁我还是会叫自己老李吧。很多人都叫我的英文名就叫Gavin， 然后也可以叫盖文。特别不喜欢别人怎么称呼你？叫老师。我现在是在哈佛大学读一个叫做设计工程的专业，就叫我萌萌。我学校是美国纽约帕森斯设计学院，我们学校服装设计专业全美第1，全球第3。第一印象可能就是我比较安静，比较温柔吧。我叫张浩宇，然后英文名叫 Troy， 我是去年5月份从美国费城的天普大学毕业，主修的专业是传播学。大家好，我叫司俊毅，然后我是一个来自安徽的一个留学生，然后双鱼座，没了。鳄鱼。为什么呢？因为鳄鱼很危险，然后有句话是，为什么越迷人的越危险？好烂的梗哦。我会把自己比作兔子吧，因为我自己是属兔的，然后兔子的话，我觉得看起来外表比较温顺一点，但是有些兔子其实内心也是蛮凶的，就是我可能外表比较温顺，但是内心还是比较就是强势一点的。我会说，我觉得狗形容我特别贴切。第一，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兄弟。第二个原因就是狗它表现东西会比较直接，它讨厌你就会冲着你叫，而如果它喜欢你会向你摇尾巴，所以说我在表露我的情绪时候也会显得比较直接。我觉得成为小猫一样的人挺好的，因为每天都有人投食，可以晒着太阳睡着觉，然后也没有什么烦恼。猫吧，因为猫它其实是一个看似外表比较软弱，因为我可能给别人第一印象就是说看起来偏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词，比如说奶狗啊这种词，但是其实我内心其实是一个很能扛压力的一个人。猫也是，猫会非常忍，它只是会受伤之后，它会自己去一些隐蔽的地方，自己一个人去自我去疗伤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可能狮子吧，我觉得其实狮子是有一种内敛的气质在的，它可能不需要去做什么，但是你可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有的时候像猫，有的时候像狮子吧。我不喜欢动物，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就是对 pass。不要欺骗，然后不要因为自己的效率不高跟怠慢，然后影响了整个团队。我觉得在职场上面，诚信和守时是最重要的2点。我觉得比较忌讳的就是有一个消极的这样子的工作状态，其实很多时候下意识的会是觉得自己做不到，就会去回绝。
但是并没有去好好想一想说，哎，我们是不是其实可以有一些机会，有一些其他的解决方法可以去把这个事情完成。我觉得最万万不能做的事情就是说，在职场里面搞排挤、拉踩以及霸凌的一些行为。如果在办公室里面搞这种小团体、搞政治的话，其实对整个团队的士气以及团队结果会有很大的影响。职场和私人要分得很明确吧，因为我觉得把一些个人的情绪或者一些个人的关系带入职场，肯定会或多或少的影响你的效率，然后你的一些工作质量。所以我觉得我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个人情绪和个人的事务跟职场就是完全泾渭分明的。因为你来到这个岗位就是来发光发热的，没有人在乎你是谁，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生活，你有怎样是工作中你就去做一个螺丝钉，把你的螺丝钉做好就可以了。对，就是我觉得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不要说因为生活的一些情绪影响了你工作中的一个状态，然后去拖累同事啊，或者说给上司带来一个不好的一个工作的结果。我是一个就是始于身高，忠于才华，对，因为我觉得，某个地方要征服我嘛，那长相其实对我来讲还好啦，但是如果你有才华，能够 PK 到我，我会觉得哦，非你不可那种，好厉害哦。工作上的男生我不喜欢那种就是不怎么说话，然后呢又没什么主见，没什么思想的，因为我需要 team 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如果你是男生啊，你还是啊，就是你又不是做助理的角色，对，但男生我觉得还是要活跃一点，不然呢你干嘛呢？今天在那办公室坐着，大眼瞪小眼的。假设我们要组队的话，跟我组队的那个男生，我就不要那种太弱势那种。然后当然了，你弱势，你有自己某一方面闪光点是可以的，但你不要就是你从头到尾一个 idea 没有，都是我在那边想啊，那我觉得会有点闷，对，有点 boring 啊，我就去找别人，可以这样的吗？就组到一半。啊，真的啊 ？OK 如果在团队合作当中需要大量的帮助，然后但与此同时他也无法完成自己的一些任务的话，这样的小伙伴可能我不会那么喜欢。因为我自己比较慢热，希望可能有些小伙伴是比较这个可以带动大家快速进入气氛的。性格方面也是最好可以大家比较互补了。我不会太主动的去对待别人，如果别人对我很主动、很热情，我也会相应的回应。我是一个外向的人，一开始我可能就是比较客气、克制，但是一旦大家相处熟了之后，我可能就会露出自己比较热情、好动、活泼的一面。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爱跟别人开玩笑，很爱说一些笑话的人，或者很幽默的一个人，但是我是怕有一些陌生人啊，就是或者新认识的朋友，他们每个人对笑话呀，然后开玩笑的事情接受的程度不一样，那我就干脆就是少说多做吧，就是他们可能会觉得啊你怎么都不理我这样子，然后会觉得我很高冷不好接触，但是一旦接触了以后，他们会觉得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玩的人。其实不了解我的人，然后对我的评价都是不那么好，然后了解我的朋友，跟我熟的朋友，就是我们关系非常好。我做这件事情不是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很积极拥抱生活的人，我只是觉得这些是我想要去做的事情，我要做的事情。我不会把这一次的经历当成一个必须一定要赢，不然会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我希望遇到的伙伴都是好玩的人吧，就是大家可以打成一片去做一些任务。升级打怪，然后把这次当成就是一个 camping， 一个毕业旅行这种感觉，就帅哥美女，组个天团出来，希望大家让我，让我成为青春合伙人吧，拜托拜托拜托。其他七个人就放点水给我吧，每个人放点，我可能就赢了。大家不要太内卷就行，不要太奋斗。其实我觉得我在职场里面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就是一个会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也不会给公司建设提出更多意见那种，就是做好本分的事情，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做到最好。就是如果那一天的工作使我非常疲惫，那我感觉我回到住的地方就是一条死鱼，就瘫在沙发上或者瘫在床上。如果说那天工作恰到好处，比如说完成了
一个工作量很大、很有挑战性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很开心。那我，回到宿舍应该会很开心、很活跃，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喝酒，举杯庆祝。我没有想过我有多少胜算，拿到没有拿到我都很坦然，就是抱着平常心来的。我就是个小透明。在座的各位都是来争第2的吗？因为第1已经被我预定了。我觉得我就是很自信的一个人。第一方面，业务实力过硬；第2方面，我能够很好的把我的观点清晰的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在演讲的时候很有感染力，所以我觉得这2个方面造就了我在演讲方面的能力非常强。第3方面，外形条件也 OK， 我觉得我会成为最终的赢家，那就敬请期待了。我觉得不能让我的自信人设不能崩塌，我觉得应该有吧。我自己还是非常有信心能够成为最后的青春合伙人的。我是有足够的创造力，然后可以持续的产生很多新的想法。会带上我的智慧。我喜欢我的工作环境就是香香的，然后有美美的，就是比如说你护手霜、body lotion 是一定要准备的，然后呢要有香薰，然后呢最好就是搞个花瓶插点花也好，营养素啊，然后养生茶啊，我还带了个茶壶过来，对，然后我还有高砂板，还有膏药这种东西，然后我就给大家贴膏药，帮大家刮个痧什么的。一个是我的篮球，另外一个是一个做俯卧撑的一个板子，因为我觉得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在工作之外，我也要适当的进行锻炼。我觉得只有这种工作态度，才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价值。我希望是有一家自己的店，就是自己的餐厅。我抱着运营好自己的第1家餐厅的心态，就是来入职，证明我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次经历，可以去参与到一个打造中国自己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餐饮品牌的这个过程当中，另外一层也是觉得可以有机会去传播一下设计和设计思维怎么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我们既然是年轻人，我们就要去多尝试，去多感受，你才可以带领这个国家和甚至是这个世界去到一个他未来要去向的地方。加油，不要怀疑你自己的实力。你是可以的。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至此，8位实习生集结完毕。上海我们来了。未来的1个月时间，他们将面对不同主题的职场任务挑战。舞台我们给你搭好了，钱也我们来出，接下来戏就你们唱啊！1100到1300的鸡背，4100的水和25克盐。越大型的、越有噱头的，我就越爱搞。我很多情绪会写在脸上，就不耐烦的时候直接会翻个白眼。高速运转的时代，我们提供的是快节奏下的慢生活。其实厨房是一个军队，梦想的工资真的很低，但是自己真的很开心。如果我们想铸就伟大的民族品牌，我们必须去在定义中国的新的职场文化上做一个表率。哦，太棒了！究竟谁能成为青春合伙人？了不起的打工人，12月准时打卡。感谢每一滴都来自优质天然水源的农夫山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